把自己给搞死的总统啊，天才，天生的蠢材，不信任度来到22%，几乎整个社会否定赖清德。我就跟你讲，赖长是绝对封到底，怎么可能会退？这是一场舔赖大赛，民进党现在是集体失智，所有人都在舔赖，谁越舔赖，谁就越有机会往前升官。其实民进党今天走到这种程度，我是觉得有点悲哀啦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我们先来讲民调好了，好吧？这个美丽岛电子报啊，最新的民调呢，赖清德啊，直接被干崩盘。那到底有多崩呢？哦，先来看哦。第一个呢，赖清德总统信任度哦，从有记录以来呢，2024年5月上台嘛，对不对？到现在1年2个月啊，赖清德的民调呢，迎来史上最低的时刻，直接从上个月的45%崩盘到37.2%，不满意度从43%暴增到50.3%。这个相当于是啊，赖清德总统现在的民调呢，狠狠的被拉开了12%，就不满意度的人是50%，你自己看哦，信任度跟不信任度呢，竟然出现了惊天逆转。请注意哦，美丽岛电子报本身是一个偏绿的 database， 也就是说这一次一崩啊，是连基本盘都崩溃啊。过去很少发生这种事哦，你自己看美丽岛电子报，赖清德的信任度从他上任以来哦，一直到了2025年4月之前呢，从来没低过50%，到了2024-25年的4月开始才降到了50%以下，但也在45%以上。哪怕是在最激烈的6月，而且因为风灾的关系，赖清德总统的信任度也不过巧掉了3%。这一次一口气不仅死亡交叉，不信任暴升到50%，信任跌到37.2%，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人的事情了。再来呢，更有趣的来了，不满意度更恐怖啊，不信任度就已经在疯狂了，不信任度哦，直接来到非常惊人的22%，也就是说，除了铁盘3/5的铁律之外，几乎整个社会完全全面性的否定赖清德，这是一个很惊人的一个事件。赖清德照这个迹象下去的话，可能只能干一届了。我认为这个机会是越来越高。这是把自己给搞死的总统啊，天才，天生的蠢材，这是超级无敌烂呢，怎么可以烂到这种程度？真的是服了哦！再来更扯了哦，行政院长卓荣泰的不满意度直接暴冲到50.2%，满意度正式跌到了3成以下，剩下28.3%啊，一口气也来到了21.9%。这有什么意思呢？这两个是联动的，也就是说，赖清德每天冲在第一线当青鸟头。天天冲，天天冲，天天冲，结果是什么？本来总统的天生保护色叫做有权无责，因为有一个有责无权的行政院长把他弹，结果呢，你这样一搞啊，把自己给搞崩盘了，当场把自己给干崩盘了。这也是赖清德很有实力的地方啊，他就是能做一些很屌的事情，而这件事呢，也就赖清德做出来。这次大罢免的结果是对赖清德和民进党算是成功还是失败？将近70%的人都说是失败，只有那个你知道吗？赖清德到现在还是不认错。我们上次不是有做过一篇赖清德对大罢免大失败的解读，有没有？赖清德的意思是说，不论你投罢免或不投罢免，但是你要记住，有130万的公民出来联署，我们要对这些公民致以敬意。他到现在在拥护青鸟可是从这个里面来看的话，就连青鸟都放弃赖清德了耶， 10.3%， 青鸟再不济也有个 20% 吧，结果连这个青鸟都放弃他了。民众对国民党立委在大罢免的主要认知，民进党和国民党的政党对抗政治斗争，公民团体来推动罢免，国民党立委来反共护台，上面那个叫做大罢免对赖清德是成功还是失败？下面这个什么意思？讲白了，青鸟才会相信罢免国民党立委叫做反共护台嘛。问题是，就哪怕29.7%的青鸟的群体啊，也只有 10.3% 觉得大罢免是成功的，也就是连青鸟都崩了，这不可思议。青鸟都觉得干赖清德你好像有点失败，因为曹兴诚跟赖清德在吵架嘛，大家在吵到底谁成功，然后呢赖清德呢也不接，还认识说哎呀青鸟好棒棒，这些人就全部在乱搞啊。没有，青鸟真的很多，我跟你讲这份民调有一个事情是准的，我说过了嘛，青鸟有3成，然后只要9成的人去投票，是不是就 27%？ 民众对国民党立委大罢免看法的结果，台湾民众共同维护民主的成熟表现6成，正常人，然后你看哦，这叫结果嘛，大罢免结
果的看法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大罢免投出来之后，青鸟剩多少？青鸟剩一半。公民团体推动罢免国民党立委来反共护台，结果选完之后的大罢免结果来看，16.1% 的人认为，讲白了什么受到中共对台湾渗透分化和统战影响，简单讲啦，这一杠呢叫做阿共仔阴谋啦。结果你看，从选前到选后剩下16%，正常人是多少？是60%，等于青鸟崩一半，青鸟只会更疯啦。这也是为什么89的流量也崩盘了。我们先看89流量好了，你看12万、20万，它以前是50万到80万，虽然它还是有很多青鸟在看，我跟你讲，青鸟依然在看它，没有办法，青鸟浓度很高。89最近很丢脸的事情嘛，大家也都知道，这个被人家觉得说89你是不是落跑了？大罢免大失败大落跑，所以你看它很高，可是实质的转换成流量，讨论度高，但为什么崩了？因为大家在笑它嘛。所以对89来讲啊，其实你可以看出一些东西啦哦，它就是青鸟的同城当然是很厚。赖总统对大罢免结果的检讨有无必要改革啊？我觉得这个还好啦，随便啦，反正他改不改还不都一样，都是赖清德在当哦。赖清德未来2年多任期表现，2024年11月有50%的人表示乐观，到了2025年的7月，在大罢免大失败之后，只剩3%乐观，铁杆3%到4%这个铁粉，6%的感到悲观，代表怎样？社会已经高度动员分化，极度对立。所以这个目前来看，赖清德这一次的崩盘具有长期性且有结构性的转换。为什么亮哥今天好像说他只有一任嘛？我跟大家讲，亮哥的判断是绝对正确的。赖清德越来越朝向只剩赖一任。以赖总统目前推动国家发展来说，支不支持他竞选连任？支持2024年的时候4%6%，现在呢只剩3%7%。但如果是我就支持他竞选连任嘛，让他输个彻底，不是很好吗？换人干嘛？换陈其迈啊？不要啦哦，拜托。赖清德这次民调的崩盘哦，就有以下几个显著的要点哦。第一个呢，这个崩盘是结构性的崩盘，它不单单呢只是一般性的崩盘，它这个崩盘呢会导致它出现一个长期疲乏，有可能让赖清德呢更加的卷曲在他的青鸟群体里面。我之前就讲过了嘛，大罢免大失败，赖清德直接怎样？下半身瘫痪，坐轮椅。那你现在看是不是又验证我的说法啦？赖清德在这个时候他发的文是什么？将失落转化为勇气，遗憾化为再出发的决心。党做的不够，承担所有批评跟致上歉意。灾区协助人民复原，霸区陪伴公民前行啊，稳住阵脚，沉着应对，让台湾继续向前。Oh my god， 发神经了啊，各位！我教你怎么解政治人物的话语。灾区协助人民复原，这代表什么？到现在台南救灾完了没有？没有救灾完，你他妈的台南市颁什么奖状给高雄市政府啊？脑袋有洞！霸区陪伴公民前行，继续干呢。不过我跟大家讲，现在会有一个恐怖的事情哦。如果让赖清德缓过劲呢，他一定用大司法大抓人。赖清德这种性格，有北七还要出来投和解啊，就随便他。我第一时间在各大媒体还有自己的频道上面，我是不是都讲同一句话？我说只有干到底，只有战到底，不要有想任何苟且、投降、妥协、退让、平和、收手，绝对不可以。我就跟你讲，赖赏是绝对疯到底，怎么可能会退？赖赏要会退，你还是等长毛象复活比较快了。我帮你叫长毛象啊，长毛象大成功。上周六，台湾人民依宪法投出了大罢免，巴拉巴拉巴拉，每个人民的心声责任。而这段期间，感谢各地的公民团体与支持者们，不畏酷暑风雨，一步一脚印的完成联署案，还在不畏酷暑风雨，一步一脚印的完成联署案。那都不只是一张张纸的重量，而是人民想守护家园的国家的力量。什么意思？他到现在依然不认错啊！大罢免，他依然认为他做的是对的，发疯真的在发疯所以今天有人就不爽了嘛，王世坚先发难了。来，你看绿媒王世坚喊撤罢免，林楚英伪君子真小人，才在不久前被骂伪君子的是谁？是黄国昌啊，才没多久的时间而已啊，又是雅琴说播批评啊，把王世坚挑出来骂来，我看一下这段。我们今天跟大家挑战的，就来看一下王世坚。那其实这个事件，因为赖清德总统在昨天中常会当中，他说要支援823的罢免，然后王世坚在现场就说要这些罢免团体撤回这个罢免案子。这个事情除了绿媒开始围剿，连雅琴都点名批判王世坚之外呢，王义川民进党的政策会执行长更是重炮怒批好，来我们来看一下。那不要是他的事啦，那你党主席都已经下令，因为我们现在代理秘书长是何博文嘛，对，今天主席也直接跟何博文讲说，你现在就2件工作嘛。
一个是灾区的事嘛，对，一个是这个7区的罢免嘛，全部何伯文统筹，我们都听何伯文指挥啊，对啊，所以这个事情主席已经下令，那你不要参加你就滚啦，这么简单啊，不是主席已经下令大家全党党公职，中央党部、地方党部、全党党公职全部投入啊，你不投入就不是党公职，就这么简单嘛，啊，你不投入就滚啦。看到绿媒的炮火了没有？政治就这么凶险。民进党现在是集体失智的状态，所有人都在舔赖啊，这是一场舔赖大赛，谁越舔赖，谁就越有机会往前升官。所以为什么这些创党元老啊，什么陈水扁啊，通通是中共同路人啊，通通要吊死啊？逻辑就这么简单啊。那面对这个事情呢，这个王世坚有出来回应，我们看一下。我们想问一下，就昨天关于这个罢免的言论，那后来像是王义川委员、林驰云委员都有在你讲话之后发了一些比较用词强烈，例如说“滚啊”这种话，你怎么看？我不以为意了，这是我做我该做的事情嘛。坚哥的回应还是很有高度的了哈。其实民进党今天走到这种程度，我是觉得有点悲哀了。